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亲子书房练习曲的正念教养一周一练习单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一个我觉得超实用的方法，叫做聚焦练习法。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怎么样透过一次只练好一件事这个简单的原则，来真正地有效地改变孩子的行为。好，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个，我想所有爸爸妈妈一定都很有共鸣的问题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觉得毫无力哦，明明同一件事，你可能已经讲了800遍了，孩子当下也点头说好，我知道了，结果一转身，马上忘光光，行为根本一点都没变，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人生，想说到底是我讲的不够清楚，还是这孩子根本就没在听啊？对，就是这种不断重复提醒，但又好像没什么效果的时刻，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挫折。那这些育儿的无理瞬间，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来深入聊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啊，我觉得他把问题的核心讲得非常清楚。你看，我们每天看着孩子，希望他整理书包，要准时去洗澡，情绪要控制好，桌面也要收干净，哇，好多事。当我们一次看到这么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直觉反应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提醒、纠正，然后开始碎练。但结果呢？大人累得要命，孩子觉得有够烦，亲子关系越来越紧张。但最关键的是，那些行为好像真的没有改变。所以你看，真相其实很简单，问题的根源常常不是孩子不想做，而是我们一次要求太多了，让他们小小的脑袋直接宕机啦。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重点哦，就是孩子的大脑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，一次真的就只能处理一件新的习惯，这真的不是他故意的哦，不是意愿问题，而是他大脑认知能力的限制就是这样。你看这张图，这个大脑跟齿轮就画得很传神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自己要同时戒宵夜、开始运动，还要每天早睡早起，哇，光想就觉得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连我们大人都做不到了，更何况是孩子。所以啦，如果我们希望孩子真的做到，而不是只有听到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缩小范围，这就是聚焦练习最核心的力量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，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改变的聚焦练习法。它是一个很有策略，而且对爸爸妈妈跟孩子来说压力都小很多的好方法。这个策略其实超级简单，就叫做本周小任务。精神是什么呢？就是1个礼拜我们全家上下就只专心练好这一件小事。这感觉就像你面对一团打结的毛线，你不是想一次解开全部，而是先找出一个线头，轻轻地把它拉出来，给孩子一个非常清楚而且他一定做得到的成功路径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1个礼拜才做一件事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会不会太慢了？你别说，它真的非常有效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来看看它背后的原因。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能让孩子体验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功。你想想看，当目标很小很具体，孩子很容易就能做到，他会亲眼看到自己的进步，这种我做到了的感觉就会变成他下一次想再试试看的动力。再第二点，对我们大人也很有帮助，因为我们提醒的次数变少了，我们的耐心很神奇的就变多了，因为我们也只专注一件事嘛，压力小很多，亲子关系自然就没那么紧张了。但我觉得最神奇的是第3点，小习惯会自动外溢出去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当孩子把回家外套要挂好这件事练稳定之后，奇怪，他好像整理桌面、收拾玩具也变得比较主动了。这就是因为他的执行力这块肌肉，就像图上这些齿轮一样，被这个核心的小习惯给带动了，整个系统都在慢慢变强壮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棒？对吧？那这个练习到底要怎么开始呢？别担心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本周练习3步骤，跟着做就对了。好，这3个步骤就是：第1，挑选；第2，合作；第3，专注。听起来很简单吧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要怎么做。好，第1步，挑选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哦，请你不要挑那个最严重、最让你头痛的大魔王问题，千万不要。我们要反过来挑一件成功率最高的事情，比方说
用完剪刀顺手放回抽屉，这种他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一定能做到的事。记住一个原则，高成功率才会带来高合作意愿。再来第二步，合作。我们要动动脑，想一个让孩子自己也想玩的方式。形式真的不重要哦，你可以画几点卡、盖印章，或是用手机计时挑战，看谁比较快，都可以哦。重点是要让孩子觉得这是一场好玩的游戏，不是一个被要求的功课。只要他愿意开始，我们就成功一半了。好，来到最关键的第3步，专注。这一整个礼拜，你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只看这一件事。而且你的角色不是去称赞他好棒，也不是去唠叨他没做，而是单纯的去看见。当你看到他做到了，就平静的说：我看到你刚刚把外套挂好了，或者你今天放回去的速度比昨天还快耶，就只是让他感觉到他的努力，你有看到。那一定会有人问，如果孩子没做到怎么办？这太正常了，他就是在练习嘛。这时候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：你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今天又忘了？这句话一出去，他就觉得自己被监视、被考试了。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，像是没关系，我们还在练习嘛，明天我们再试一次看看，好不好？让他感觉到你是在支持他，而不是在检讨他。当你真的这样很专心的练习1个礼拜之后，你就会开始看到一些真的很令人惊喜的改变。我们喜欢叫它1周后看见的奇迹。你会看到3个很明显的变化。第一个是孩子会开始主动跑来问你：妈妈，我今天有做到吗？你看，这就代表他把这个目标放到心里去了。第二，你会发现他整体的行为变得比较稳定，也更愿意合作了。但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第3个，你的眼光变了。你会开始看到孩子的亮点，而不只是盯着他的问题看。所以这个聚焦练习它真正强大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去改变孩子，而是回过头来改变了我们看待孩子的方式。你会发现，当我们的眼光变温柔了，变专注了，孩子给我们的回应自然也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礼拜大家可以带回家做的练习任务哦。这是一个你每天只要花30秒就能搞定的任务。第一步，观察，看看孩子有没有做到那个小任务。第二步，回应，用一句很具体的话告诉他你看到了。第3步，冷静，保持语气稳定，最重要的，不要再追加新的要求。就这样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如果你也希望让每天的育儿生活可以更安定、更有力量，那非常欢迎你订阅我们的亲子书房练习曲，让我们可以陪着你每个礼拜都一起进步一小步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